为什么电脑里装有一款群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你有没有想过，电脑里静静躺着一份群星，其实是一种隐秘的奢侈？你可能会说，这有什么稀奇？ Steam 常年打折，对大多数人而言，它不过是款装了有些难以上手的太空 4X 游戏，跟幸福感似乎毫不沾边。以前我也觉得这么说，发现太夸张。可闹人我越琢磨越发现，它从来不只是一个游戏，而是借着硬件发展的东风，把一整片会呼吸、能演化的银河硬生生塞进了你的硬盘的庞然巨物啊！你可能会想，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毕竟如今算力飞速发展，几十个 G 的容量对于目前的硬盘来说也是小菜一碟。模拟星际战争不过是举手之劳，可把时间倒推几十年，哪怕把运算量简化10000倍，模拟某一个时段的计算时间可能长到超乎你的想象，更别提如今在如此的游戏丰富度下还能丝滑的无当变速推演。试想，若把装着群星的笔记本放到那个年代的玩家桌上，那种震撼绝不亚于现代人亲手驾驶银河战舰，在浩瀚星海中上下求索，任意驰骋。咱把时间往回拨个30-40年啊，那时候哪有什么手机电脑啊？70-80年代的桌游玩家想开一局，那难度比现在相亲还高，得提前3天挨个去敲门约人。老规矩嘛，谁带那本厚厚的规则书，谁当那个人肉计算器，谁坐桌边负责挡着点，别让头子又滚进沙发底下去了。等散场后人一走，房间灯一关，刚才还吵吵闹闹的热乎气儿说没就没了。所以那时候啊，在约不到人的冬季的夜晚，玩家独自一人守着炉火，翻出那盒落灰的桌游，心里那种渴望，想要一个不困不歌，甚至能有自己小脾气、有自尊心、会记仇的对手，那种孤独感是现代人很难想象的。当然那时候也不是没电脑 AI， 但那哪叫对手啊，全是按固定表格走流程的木头人，呆得不行。跟现在群星里那个会博弈、会搞心态的 AI 比起来，差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回来看看我们电脑中的那款群星，这里面的 AI 帝国一出场就带着各自的思潮、政体、领袖特质和扩张倾向，这些底子共同塑造成了完全不同的 AI 人格。所以你在星图上遇见的邻居，那叫一个百花齐放，就像是一桌性格古怪的牌友。他们不是按固定表格走流程的木头人，而是按自己那套价值观真真切切活出来的星海中的帝国。而这样一整片活着的会博弈、会记仇的银河，此刻就静静地待在你硬盘的群星里。更难的是，群星这种量级，它模拟的 AI 不再是一枚棋子的进退，它模拟了上百颗甚至上千颗星球运转。每个星球的人口也不是一串简单的数字，他们每个人都在努力活着，真的好神奇。每一个人口都可以在岗位工作，产出能量币、矿物、食物、消费品、合金和稀有资源，也会因住房不够、舒适度不足而降低产出。我们小小的电脑在后台把如此复杂的运算一口气吞下，只为让你看见一个会动的银河。几十年前的电脑，哪怕砍掉10000倍细节，模拟速度也会慢到可以用沙漏计时。也正因如此，可以在闲暇时光随时随地点开群星，才显得如此让人信服。这种对于电脑 AI 的丰富模拟，叠加对每个星球细致入微的运营模拟，搁在几十年前的玩家眼里，很难不觉得是种赤裸裸的算力炫耀。就像你开着蝙蝠侠的蝙蝠车，慢悠悠地路过骑着28大杠的老伙计，引擎轰鸣声里全是得意。享受群星这款游戏的时候啊，咱可千万别把份幸福当成空气。你随手点开的这一局群星，背后是批设跟引擎死磕了多年换来的。这游戏里头有海量的动态部件，每个月都要进行数量惊人的计算，而且这些计算很多相互依赖，必须依次完成，不能并行处理。自打 2.2 版本引入人口与岗位系统以来，后期性能就一直深受影响。到了 4.0 凤凰版本，他们干脆换了套新算法，以前是挨个算每个人口产出多少，现在改成在星球层面算一次就完事儿。换句话说，你现在丝滑推演的每一秒都是几代程序员日复一日的迭代和努力。哥，我们太容易把这种服务器当成默认值了。现在的处理器和显卡能跑到今天，背后是算法优化、存储提速。几十年前那会儿，连雅达利2600都只有128字节内存，开发者为了塞进一个宇宙，得用算法当场算出行星坐标，而不是存下来。1984年的精英就是靠一串种子数，把8个星系2048个行星系统的详情，在玩家跳转的瞬间现场算出来。如果把现如今的群星递给几十年前掷骰子的老玩家，他们大概会愣住，然后眼眶发红，半晌憋出一句：这就是未来啊！说真的，现代玩家的电子阳痿，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就出在享乐适应上。心理学家布里克曼和坎贝尔早在1971年就提出了快乐跑步机模型，无论我们获得多大的快乐，大脑最终都会回到原本的幸福基线，对新的状态习以为常。
于是我们习惯了银河随手就能开，却对那份奢侈视而不见，反倒去惦记那些还没到手的下一个游戏，忘了这份触手可及的银河是无数人拿头发和青春换来的。所以下次点开群星的时候，慢一点，珍惜一点，毕竟你指尖轻轻一点，启动的是过去的老玩家们只能纯靠脑补才能重现其冰山一角的电子银河啊！要是觉得闹人，我讲的还行，就给我点个关注吧。